奢华运动表的热度已经持续了好多年，甚至几度成为市场的风向标。即便在现在这样的市场大环境里，每家 top 级别的制表品牌奢华运动表几乎都是中流砥柱般的存在。Hello everyone， 我是生豆。说到奢华运动表，你脑海里会闪现出谁的身影？不过要说到既有高级制表风范，又有自己独特审美，同时还足够小众，一定少不了它——亨利慕时极速者系列。可以说，极速者出道即巅峰。2020年，亨利慕时推出了限量100枚的极速者系列自动上链非反计时码表。全新的表壳、机芯、表盘、指针以及一体式的表链，让极速者系列迅速在一众奢华运动腕表中跃然而出，并在推出当年就勇夺 GPHG 最佳计时码表奖，站上了制表界奥斯卡的顶峰。随后，极速者系列在有条不紊的节奏下逐步扩充，从基础的3针到计时，再到传统大复杂的3闷陀飞轮，甚至是结合3闷和陀飞轮的超卓复杂功能，都展示着亨利慕时对极速者系列的信心和野心。而在盘面方面的选择同样丰富，从极简电光到不同工艺及质地的绚烂盘面，再到极致精密的镂空表盘，可以说极速者系列在短短5年的时间内，已经成为了亨利慕时乃至整个 top 制表界极具代表性的奢华运动腕表。不礼貌地说，如果你觉得有些奢华运动腕表之间难免有些流传自1970黄金制表年代，或者是源自尊达大师设计的略微的4层相似感，那么极速者系列绝对会以强烈的个性主义让它超脱而出，无可替代。它的好处是让你在选择的时候不会有替身文学的困扰，同时还能展现出超乎寻常的审美。我已经不止一次在视频里表达过对极速者系列的喜爱，而在极速者系列的表款当中，2024年再夺 GPHG Time Only 大奖的极速者系列小秒针蓝色珐琅腕表是我的大爱。但这款表排队等待的人真的很多，据说订单已经排到了几年后。当然，要排队的不止这一款，想要拥有一款心仪的极速者系列腕表，真的需要有点耐心。如果屏幕前有在等待 list 中的朋友呢，可以互动一下，看看大家都等了多久。尽管亨利慕时这些年一直在努力提升产能，但真罕难寻的属性加上势如破竹的销售状况，一直让极速者系列处在供不应求的状态当中。不过在创新上，亨利慕时却一直从未停止脚步。除了在2025年日内瓦钟表与奇迹推出了2款以手工雕琢盘面的极速者系列自动上链非反计时码表冰霜款和为 F1 车队 Alpine 打造的车手特别款外，最近亨利慕时又悄悄上新了一个隐藏款。怎么说呢？这款腕表真的足够吸睛。为了让大家，主要也是我本人能第一时间一饱眼福和手福，我真的是花了大力气把它拿到现场。它就是极速者系列 Vanta Black 陀飞轮腕表。这款表真的比我想的好看太多了。先提个小问题，为什么极速者系列能在奢华运动腕表领域当中跃然而出？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它完全摒弃了传统奢华运动腕表的设计概念，而是选择了以1920到30年代最早的高速火车为灵感，打造出符合空气动力学的饱满线条，构建出强烈且不可替代的硬朗复古外观，打破了棱角分明的多边造型奢华运动腕表的刻板印象。而整个设计研发的过程历经了近6年的时间，同时它的一体式表链结构也远比一般奢华运动腕表更为复杂。每个链结不仅外观有犹如舰艇龙骨的支撑感，并且还在多维度的刻面上进行了抛光和垂直拉丝处理，再通过铰接方式连接，既能舒适的佩戴在手腕上，同时呢还能在举手投足间折射出精致的光泽。说回这款极速者系列 Vanta Black 陀飞轮腕表，只需一眼就能感受到亨利慕时极简纯粹的美学风格。用有史以来最黑的人造物质 Vanta Black 制成的表盘，吸光率高达99.965%，极黑的底色呢，可以更好的衬托出6点位置陀飞轮的精密感。而1分钟陀飞轮本身的飞行构造和原创的双层游丝结构，让它的旋转看上去有种摄人心魄的美感。我以前就说过，这两者的组合是用极致纯粹加上极致精密，在腕间构造出了如宇宙中黑洞般的浩瀚深邃以及充满未知的迷人律动感。10分指针的构造呢，延续了极速者系列一贯的利落感，指针上直接叠加并延伸的夜光部分，在 Vanta Black 表盘当中绽放得更加明亮。当然，整个腕表令人无法忽视的还有表壳上这圈蓝宝石，每一颗蓝宝石都要经过等级、色泽等严苛的甄选，才能达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和谐与闪耀。
这圈蓝宝石表圈完美的契合了表壳的构造以及线条，同时还会在不同的角度下散发出蓝宝石独有的光芒。隐蔽式的镶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种镶嵌技法，因为它能让每一颗宝石都呈现出完整的外观，让光的流淌毫无阻挡。40毫米的表壳和一体式的表链，佩戴感依旧保持了出色的水准。只要仔细看腕表的外观，就不难感受到这背后在打磨装配的过程当中付出的功耗。这种细致入微的匠心，在透底表背当中也可见一斑。这款表搭载的 HMC 804自动上链机芯由亨利慕时自行研发制作，搭载自动双向机爪上弦系统以及 18K 精致摆陀，具备至少3天的动力储存性能。说到这儿，其实这款腕表还有一个令我特别意外的点。实话实说，刚看到图片的时候，我想又是 Vanta Black， 又是陀飞轮，又是蓝宝石表圈，承载这些元素的，怎么也得是个贵金属材质吧？拿上手后，我才发现它竟然是一款钢表。不过呢，这一切又在不循规蹈矩的亨利慕时身上显得那么的合情合理。本来我是想去询个价的，但是这种稀有的表款，要么价格让我望尘莫及，要么就是根本排不到。总之呢，都是殊途同归，爱而不得。不过根据以往极速者系列表款的价格呢，我估计它应该是在人民币7位数上下浮动。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店里聊一聊。好的，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生动，希望各位可以给到一个一键3连的大动作。我们下期见。